我这刚刷到一个帖子啊，看完我这个心啊哇凉哇凉的。上面是这么写的：我们这儿有个本地牛奶公司，最近这个董事长去世了。董事长本身口碑还行，问题是继承公司的女儿和女婿啊，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是美国的，最近想 IPO， 但是被否决了。资产这个东西啊，最终还是血缘归属，迟早我国会发现这个 bug 很大。比如很大的资产规模的民企啊，地方也支持，结果一换代啊变成美国企业了，最后再过几代被国际资本吸收。反正不是你中国实际控制的。洋人啊，其实很懂吃绝户。哎，你看看啊，一家土生土长的中国公司啊，一个咱们一口一口喝牛奶喂起来的牌子，这老板一走呢，继承人是加拿大人、美国人，这公司四舍五入啊，不就成了外资企业吗？有网友就说了啊，那最关键是啥？是咱们中国没有脱籍税。那脱籍税是啥？用大白话说啊，就是这个意思。哎，假如你不想当中国人了，你想拿着你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的钱去国外当人上人，行啊，没问题。但是你得把你在这片土地上赚的钱按比例交一部分回来，这就叫脱籍税。可是咱们呢，没有啊。没有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资产啊，这几十年在中国老百姓身上赚来的钱，那现在呢100%合法的，一分不少的成了洋人的了。哎，有人就可能会说，哎呀，主播你激动啥呀？这公司不是还在中国吗？厂房不是还在吗？工人不还上班吗？那短时间看是啊，可是你想啊，这女儿女婿刚接手，肯定不能立马就跑啊，他们还得靠着咱们中国的市场，咱们中国的工人继续给他们赚钱呀。所以啊，这些钱这些财富暂时还会留在国内，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哎，你信不信？等他们把这家公司完完整整的抓在手里，等他们把国内的道德都摸清了，下一步会干啥？是会继续投资中国，跟咱们同甘共苦吗？可拉倒吧！我猜大概率就是想办法把这个资产优化一下，把这个利润合理的转移出去。那今天转一点，明天转一点，最后呢找个机会把公司整个一卖，咔嚓套现几十亿上百亿，直接汇到加拿大的银行、美国的账户里去。哎，咱这边的厂房工人对不起，那是新老板的事了。那到时候呢，这笔巨额的财富就彻彻底底的从中国流失了，一滴都不带给咱们剩的。那这些财富经过一代两代人的传承，最终就通通洗成昂萨正白皙的资产。这话听着有点刺耳，但是咱们摸着良心说是不是事实？哎，你想那第一代这女儿女婿好歹跟中国还是有点关系的。可是他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加拿大、美国出生，喝着咖啡、吃着牛排长大的，满嘴流利的英文，那中文可能都说不利索啊。哎，你跟这个孩子说，哎，你爷爷在中国有个牛奶厂，那他懂个啥呀？在他眼里这根本就不是爷爷的心血，也不是中国工人的汗水，这就是他信托基金里的一个数字，是他拿去开 party、买跑车、富人生活的本钱。那再过一代他孙子辈那更是香蕉人了。那这笔钱这笔从咱们市民兜里一块一块掏出来的钱，就这么着漂洋过海，变成了人家的原始积累。咱图啥呢？咱就图个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实现家族传承了。说实话咱必须得承认，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是嗖的呀，全世界都傻眼，这叫举世瞩目。但是呢，咱们也得面对现实。这几十年这是啥时候是美国好莱坞大片，是自由民主那一套对咱们入侵最严重的时期，是咱们中国人崇洋媚外思想最严重的时期。那在座的各位尤其是60后、70后的叔叔阿姨，哎，你们肯定特别理解我说的这种现状。就是那会儿谁要是能出个国，哎呦喂，那了不得呀！谁要是拿个绿卡，那简直就是光宗耀祖啊！觉得这个国外的月亮就是圆，国外的空气就是甜。那这种思潮在咱们几十年里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巧了，这批60后、70后又是谁？他们恰恰是赶上中国经济起飞受益最大的那个群体。中国这几十年创造的巨额财富大部分可不就在他们这代人手里面攥着吗？他们年轻的时候一门心思的想润，那等他们年纪大了，手里面有钱了，他们会干啥呀？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孩子是不是就真的润了？那这样的企业家朋友是真不少全家，注意是全家美国籍、加拿大籍，人在中国开着中国的公司，赚着中国人的钱，扭头一问，哥们儿哪国的呀？人家掏出个护照，哎，加拿大的。哎，你气不气啊？
这都不是秘密啊。SOHO 中国的两口子潘石屹、张欣，哎呀，我们不跑，我们就是卖点资产。那卖着卖着呢，北京、上海的楼卖的差不多了，人呢早就在美国、英国买了。他俩把在咱们中国房地产黄金10年赚到的钱转出去的时候，给咱们交分手费了吗？1分钱的成本都没有啊！还有这个海底捞，咱们都爱吃吧？那两口子创始人啊，早就技术性移民，成为新加坡人了。海底捞上市，哐的一下，几百亿的身价。那请问，这几百亿是中国的财富还是新加坡的财富呢？是咱们一筷子毛肚把人家给喂成了新加坡首富，咱图啥？所以原体那个博主一直在喊啊，赶紧的开征脱籍税。这回成都牛奶这个事儿又给咱们提了个醒，这个脱籍税的意义在哪儿？其实说白了就是与其让那些洋人把咱们的钱卷走吃绝户不如咱们自己把这笔钱收上来。那收上来干啥呢？拿去搞医保拿去给农村孩子盖学校，拿去给咱们的爹妈发养老金，这叫啥？这叫惠及普通中国民众。凭啥呢？就凭这些钱本来就是从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赚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你现在不想当民了，想跑了，那你把取之于民的那部分还回来。没有这个脱籍税咱就只能像现在这样子，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由咱们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就因为那帮老板或者老板的好儿女们改了个国籍，那这些钱就合法的哗啦啦的流到国外去了。那你说心不心痛这个时候肯定又有人要跳出来了，那些精神外国人又要说了，哎呀，人家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是人家的自由，那凭什么不能转移到国外呢？你这是侵犯私有财产，你这是仇富。那这种问题我跟你说根本不值得一驳。咱得掰扯清楚一个道理诚然这钱是你个人创造的，是你积累的，行，但是你离得开中国社会这个整体吗？你是在真空中赚的钱吗？没有咱们14亿人的大市场，你卖牛奶给谁去？没有咱们这儿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你敢半夜开工厂？没有咱们这儿修好的高速公路、高铁、电网，你的成本得多高你就是在这个锅里才把这个肉给炖成的。所以说肉烂在锅里总归是自己人吃了。啥意思呢？就是你在中国赚了钱，你在中国买豪宅买豪车，甚至你家孩子败家把这个钱都花光了，没问题。这个钱呢只是从你的兜里跑到了房地产商兜里、车贩子兜里、夜店老板兜里，但是他还在中国这个大锅里循环。可是肉掉在这地上那就会被狗吃掉。你换个国籍把这个钱给转出去了，这就叫掉在地上了。这个钱流出去了，流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去了，那可不就是被外人吃掉了？咱连根毛都捞不着你个人是自由了，你拍拍屁股走了，那咱们这个锅，咱们这个社会整体凭什么为你个人的自由买这个天价的单？那最后咱们得说个最有意思的那些精美人士，那些天天说主播你看不到美国优秀地方的人，你们听好了在脱籍税这个问题上，我是真心呼吁咱们国家赶紧向美国学习。你以为美国是来去自由想都没有，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收脱籍税最狠的国家之一。在美西方国家，人家门儿清人家绝不会允许你个人随随便便从社会里捞一笔钱就跑路，人家的做法成熟的很你想放弃美国国籍可以把你名下所有的资产、股票了、房子了、基金了，哪怕是艺术品全部都拿出来算总账，按你今天全部卖掉来算，先交一笔弃籍税，比例多少？一般是在30%到40%。割你一块肉那个玻璃大王曹德旺，他当时放弃美国绿卡，注意还不是国籍，就交了大约2.5亿美元的脱籍费。还有个叫严科夫的，放弃了美国国籍，交了8亿美元的脱籍税。还有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放弃美国籍入籍新加坡，引发了美国国会讨论萨维林法案，就是为了堵这个窟窿。看到了吗？连自由灯塔的美国都不会让你白白跑路，人家也怕肉掉地上所以朋友们，这个事绕来绕去就一个理儿。咱们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攒下的这点家底凭什么因为一小撮人改了个国籍就白白送给洋人了？咱们要求开征脱籍税不是仇富，也不是抢钱，是公平，是正义是你享受了中国发展的红利，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你想走可以把这个分手费留下，把从这片土地上赚的钱留下一部分回馈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才叫肉烂在锅里。好啦，今天就聊这么多啦，大家伙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你们支不支持脱籍税？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